全球目光聚焦之下，历经数月的揣测、卫星图像的捕捉、泄露的内部文件以及一系列供应商异动的信号，特斯拉 Model 2的升级版车型，其首条专属生产线终于揭开神秘面纱，正式投入运营。这条生产线的启动，其震撼之处并非特斯拉新建了生产线本身，而是其惊人的建设速度以及这条全新产线所承载的特殊使命。但这里有个问题，所有50岁以上的人都在默默思考，这款新近推出的老年友好型汽车是否真正从年长驾驶者的需求出发进行设计？伴随着特斯拉以超乎预期的效率提升产能，我们究竟需要等待多久才能在真实的美国道路上看到这款新车的身影？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在进一步分析之前，请允许我们来自未来科技的观察者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如果您希望助力本频道突破16789订阅用户的里程碑，恳请您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消息通知。那么，特斯拉究竟是如何以空前的速度建成 Model 2高级版的生产线，从而在所有售价低于3万美元的电动汽车中脱颖而出的呢？特斯拉为 Model 2高级版设立专用生产线的决策，其意义远不只是简单的产能扩张，更是一次对紧凑型电动汽车生产模式的彻底革新。根据我们对卫星图像、供应商清单以及内部进度评估的分析判断，特斯拉似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效率完成了这条生产线的建设。从最初的设备进场到进入调试阶段，仅仅花费了大约82天的时间。如此快速的进展令人瞩目，这不仅在于其速度之快，更在于如此短的时间内所安装的设备类型以及集成的专用子系统数量之庞大。与传统汽车制造商通常采用改造现有工厂内效率低下的流水线系统不同，特斯拉构建了一条混合式的线性单元化生产线，大型铸件的制造、电池模块的组装以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内饰组件，通过并行的微型工位被输送到中央生产线，其背后的设计理念清晰明了，最大限度地缩短零部件的移动距离，缩减生产节拍时间，减少人工操作的环节，降低对复杂焊接工艺的依赖。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是2台由 IDRA 提供的6500吨级前后端一体化压铸机，这些庞大的设备分批次在15天内陆续运抵，每台压铸机都稳固地安置在加固的混凝土基座上，并配备了减震垫，以确保在高速循环作业时结构的稳定性。这些压铸技术不仅取代了传统的焊接工艺，更将近270个独立的冲压和焊接部件整合为2个巨大的铸件。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斯拉通过精确调整铸件的合金成分，降低了其脆性，并去除了 1.3 公斤不必要的加强筋，从而实现了更流畅的注塑成型，并降低了单次生产的缺陷率。在铸造工序之后，生产线进入一段相对较短的机器人加工区域，8台高精度机械臂在此完成部件的边缘修整、孔洞加工以及最终的安装点处理。这段加工走廊的长度仅为31米，远短于大众 ID.3 所使用的52米加工走廊。仅此一项距离的缩短，便为每辆车节省了约14秒的工时。按照年产10万辆计算，每年可节省超过390小时的生产周期。电池组的集成是另一个与以往生产线显著不同的设计之处。高级版生产线摒弃了 Model Y 所采用的宽幅电池底板设计，转而采用窄幅电池模块对接工位。电池模块通过同步的3B 升降机构，精确地装入车身结构，其校准的偏差容忍度仅为正。负 0.7 毫米，如此高的精度使得特斯拉能够将电池组直接通过螺栓固定在铸造的车架上，无需额外的垫片。每辆车可以缩短 5.2 分钟的装配时间。内饰的装配环节则充分体现了高级版车型的专属设计理念。特斯拉特别增加了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座舱预装模块，该单元距离主传送带仅有18米，舒适的座椅组件、低阻力的门铰链、大角度的座椅滑轨、柔软的储物格以及低阻力的转向连杆都被集成在这个单一的座舱模块中。该模块通过机器人精确定位，一次性嵌入车身结构。这项技术借鉴了航空器机身安装的工艺，此举不仅降低了人力投入，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面板错位的可能性，同时确保了那些追求舒适性而非运动性能的用户群体能够获得一致的体验。贯穿整条生产线的核心理念是特斯拉的模块化布局。不同于丰田或通用等汽车制造商紧凑型电动汽车工厂常见的单条长长的传送带，特斯拉将高级版生产线设计为由5个模块组成的链式结构。每个模块都配备了微型的缓冲区域和误差隔离功能。当某个模块需要重新校准时，例如铸造、压机或人体工程学单元，其余的生产线可以以部分产能模式继续运行，从而大幅减少了整体的停机时间。初步的估算显示，该生产线的设计年产能目标为92000到110000辆。在优化第2个班次后，
理论上的最大产能可以达到12万8千辆。在售价低于3万美元的电动汽车领域，目前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无论是比亚迪的海豚迷你版还是通用，汽车已经取消的 Bolt 替代车型都无法提供如此高度集成化、紧凑化且针对老年驾驶者优化的生产线。那么特斯拉为这款老年友好型车型采用了何种电池策略呢？考虑到这款高级版车型主要强调实用性而非极致的性能表现，电池的选择将直接决定其续航里程、整车重量、制造成本以及长期的耐用性，因此至关重要。通过对供应商的库存数据以及中国至弗里蒙特的物流信息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特斯拉似乎并未将这款老年友好型车型锁定于单一的电池化学体系，相反，他们似乎正在为2026年准备3种并行的电池方案。基础款将采用升级版的磷酸铁锂电池组，注重高耐久性的市场将配备钠离子电池组。此外，还有一小批铝离子模块，专门用于车队的测试以及早期用户体验。每种化学体系都拥有独特的优势，并以不同的方式契合老年用户的需求。首批上市车型的核心动力系统仍将采用特斯拉现有中国合作伙伴供应的磷酸铁锂电池，但将改造为容量在42至46千瓦时的窄型电池组设计。预计续航里程将在295至317公里之间，具体数值将取决于轮毂的尺寸，但真正的亮点并非续航本身，而是其卓越的稳定性。磷酸铁锂电池能够承受超过6000次的完整充放电循环，而性能不发生显著衰减，这意味着对于每年行驶15000公里的老年版车型来说，在超过15年的使用周期内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性能。对于那些更看重可靠性而非尖端电池技术的用户群体，磷酸铁锂无疑是最稳妥的选择。但真正的惊喜在于钠离子电池的推广计划。特斯拉正在小批量试用钠离子电池，其能量密度约为135瓦时每千克，略低于磷酸铁锂电池常见的155至165瓦时每千克，但在低温环境下表现更为出色。钠离子电池在-20摄氏度时仍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这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老车主的冬季续航里程骤降的问题。如果2026款高配版车型搭载38至40千瓦时的钠离子电池组，其续航里程仍然可以达到240至255公里，且冬季的稳定性将得到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钠离子电池的制造成本更低，由于完全不含锂和镍元素，原材料成本可以降低22%至28%。对于固定收入的购车者而言，这比单纯的标称续航里程更具实际意义。还有一个尚未完全明确的变量，铝离子电池。虽然尚未具备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但特斯拉似乎正准备小批量生产容量为18至22千瓦时的铝离子续航扩展模块，用于搭配磷酸铁锂电池组使用。铝离子电池在实验室条件下可以在90秒内完成充电，具备接近10,000次的超长循环寿命，并且在负载状态下能够保持非常稳定的电压输出。其主要的不足在于能量密度，目前最佳的水平仅维持在每公斤110至120瓦时。因此，特斯拉的策略并非将铝离子电池作为独立的电池组使用，而是采用一种混合方案，通过在电池组中嵌入薄层的铝离子电池作为快速补能的缓冲层，为老年驾驶者提供短途城市出行的便利。驾驶者可以在购物的间隙快速补充电量，瞬间恢复40至50公里的续航里程。特斯拉的生产信号能否揭示2026年的真实时间表？通过研究特斯拉历史性的产品发布模式、供应链的时间节点、量产前的模具制作节奏以及供应商早期的动向，一个相对清晰的时间框架正在逐渐显现。首先，根据设备的激活模式和物流的时间戳，新建成的高级版生产线预计将于2025年第3季度末进入校准阶段。历史数据显示，特斯拉从生产线校准到首批交付给客户通常需要11至14个月的时间。例如，柏林工厂 Model Y 的生产线耗时13个月，弗里蒙特工厂 Model 3的生产线耗时约12.8个月。即使是生产系统更为复杂的 Cybertruck， 从设备启动到首批交付也遵循了类似的12个月周期。如果特斯拉延续这种模式，那么高级版车型最早可能会在2026年8月至11月之间出现在道路上。其次，铸造生产线的配置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特斯拉安装了2台 Giga 压铸机，但在初期校准阶段只启用了1台。第2台压铸机目前处于冷备状态，尚未进行熔合金的操作，但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安装工作。以 Model Y 为例，从压铸机调试完成到获得法规允许进行道路测试，大约间隔了19周的时间。如果高级版车型遵循相同的周期，那么早期的测试原型车应该会在2026年4月至5月期间亮相这类目击事件，通常发生在特斯拉正式对外发布会前的3至4个月。第三，电池供应的协调至关重要。
磷酸铁锂电池组已经进入量产准备阶段，钠离子电池的供应商已经确认了2026年中的交付窗口期，而铝离子微型模块目前还处于样品阶段。由此可以推断，首批上市的车型将只搭载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可能会在2026年末加入到次级配置中。这强烈暗示特斯拉计划采用一种循序渐进的发布策略，先推出单一电池化学体系的车型，而不是3种电池同时上市。综合以上所有的信号，一个最合理的推演时间线浮现出来。Model 2的高级版车型极有可能在2026年中正式亮相，随后在2026年第4季度启动首批交付。至此，我们已经梳理完了关于特斯拉 Model 2高级版首条专用生产线的所有已知信息以及合理的推测，现在轮到您了。您认为特斯拉能否真正实现2026年末的交付目标？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真知灼见。您的反馈将有助于我们不断优化每一篇报道。如果您喜欢本期深度解析，请点赞订阅未来科技频道，并开启消息通知，确保您不会错过关于特斯拉未来核心车型的深度分析。